大家好，我是令子，今天要来讲菲律宾语言学校关于教育的部分。很多人一生可能只去菲律宾语言学校一次，所以一定要看完这一集哦。这一集非常多的资讯是大半也不清楚，或是到当地才能知道的事。看完前的隔天呢，就是开始正式上课。其实正式上课也不是真的正式上课，第一天通常会考英文测验，下午就基本上没考试突发状况。考试一到的时候呢，老师就把我带到一个单人间，就我一个人。老师设定完语音设备之后，就把我一个人放在那边。菲律宾的多益跟台湾的多益相比，菲律宾的多益会相对较难，因为那是他们的第二母语。写着写着，我忽然感觉到，那个生理奖，一边写一边想。有没有人可以来帮我按一下暂停呢？我又不敢随便乱动他们的设备，所以我就没有关掉，就跑走上厕所了。然后考出来的结果分数超级无敌差，只有45分。他跟我说你这样的成绩没办法上多益，所以我那一刻才知道多益原来有门槛，多益被换成1对1的5堂。是最便宜的课，我就传讯息给玉慧说不是说不用读书不是说不用考试，结果都要考，都有门槛，然后我就被换课，我就把玉慧念了一顿，于是玉慧就说她忘记要跟我说。星期二的上午，于是我就拿到了我第一次成绩的课表，1对1的5堂，我就从早上我就开始去说我想要换成1对1的4堂，团体课2堂，可以呼吸到别人的2氧化碳。在下午的时候帮我换成团体课，可是这个程度对我来说还是太简单了。再上回来去 confirm 替换课程，1可以高价换低价的课程，2可以低价补钱换高价的课程，不过都是从下一周开始。3考试基本上有门槛，只要你是上考试类型的课，所以你一定记得要问的代办。4取消就是所谓的删除掉那堂课，就永远的 cancel 掉它，跟你换老师或者是改时间是不。便利贴新人1对1老师里面有一个老师叫居老师，第一堂上课的时候，因为我拿到的程度偏简单，里面有7个图片，每一个图片有3句话，但我没有一页不懂，他上的很慢。我那时候就想说 OK 就是上很慢，然后可能老师蛮新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忍耐，但是一页就是上很久，我就意思是跟他说这边我都懂，可以上快一点。我的思绪已经环游世界180圈了，都跟你说懂了还可以继续讲，跳下一页打爆走了。隔天我给他一次机会，我换了课本换书，1要第2天才能换，2要和老师一起去换，3课本要保持全新，不能画过写过。隔天我换完课，他封面第一面会讲这个主题，会有个图片，他居然那个单字社交这个单字他给我讲了15分钟。我跟他说我已经知道社交是什么了，我还用英英翻译跟他讲我的认知，就跟他说我要翻页，他就用手把我的课本压住，他要把他的 memo 全部讲完才允许我翻下一页。我就非常的无奈，然后听他上完了课，然后我就决定就是要把这个老师换掉。接着谈一下关于换老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跟这老师气场不合或者什么，基本上都是可以把老师换掉的。但是换掉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特殊的日子，比方说礼拜5才可以换掉，可是我都会跟他说我的周数就这么短，你让我到礼拜5再换，那我的下一个老师要是有问题我该怎么办？我都直接问经理这个问题，其实经理都会赶快帮你换。2换老师还是要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一个说辞，只要不要太扯其实都可以。3同一个老师不能多上1堂1对1，就是你再爱你也得不到同一个人。在隔天我把1对1的老师换掉，然后我到了新老师的教室，结果我的老师旧的那个老师居然跑到我新的老师的教室问我说为什么我把他换掉，真的超尴尬。我就跑去跟经理说，经理就好像会开会骂他吧，好可怜。我除了换掉一个1对1的老师之外，我还换掉了我团体课的老师。这个团体课的老师则是非常的奇妙，就叫他高个儿老师好了。高个儿老师非常喜欢男同学，他只要男同学讲话，他就会特别理他。他上课会用那种很奇怪的调子叫那些男生同学，他说男生同学叫 Otoko 的话，他就会说 Otoko。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奇怪，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你为什么不跟他讲说你让他念这一页，你为什么要一直叫他名字？然后除此之外，这个老师的口音也很重，然后这老师我每次问他问题，我都一定要摇晃他，他才会回答我问题。我用讲的没办法，
就是得到他的教育，然后必须要特别的摇晃他才跟我讲。我觉得这老师很会教团体课，还有我要求学习的方式不太吻合，所以我就觉得这老师我没办法，后面我就有换掉这个老师。新的同学要自己争取换老师，有事情或是意见不要害怕麻烦经理，越快说越快解决。另外先跟当地的经理说完再传讯息给你的代办是比较理想的流程。就在一切都争取完毕我的教育机会的时候，想尽各种办法把文法也取消了，然后自己调课本。我不上文法是我个人选择，就不要跟我站英文怎么学这件事情，谢谢。星期五是约谈跟面谈日，在星期五会问你从生活到教育不顺心或是其他的问题，包括你的室友啊、你的生活习惯啊，或是你的教育啊，或是你身体的状况，都可以在这个时候说。我这时候是说，我觉得我没有写作课，但是毕竟课程全部都变成我自己安排了，所以也不能算是抱怨啦。别让你的小孩看到青少年教育篇，18岁以下通通都算青少年。你是否不知道寒暑假的时候该把18岁以下这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丢去哪里？你又觉得他很烦，你又希望他可以安全，然后你又顺便想要他读书，那就丢去那儿吧。这里已经算是全世界最便宜学英文的地方，除了省钱之外呢，在里面基本上只剩下读书，很安全的被关起来读书，而且因为里面只有健康设施，所以基本上只能健康。吃饭的话，只要你挑的好学校，那它就会健康。夜生活，17岁的小明如果出去夜生活，需要18岁以上的担保人。所有的担保人就是要身家性命都照顾好他，所以通常没有人要担保17岁的小明。没有夜生活，17岁的小明想要假日出去玩，也一样要18岁以上的担保人。出去会掉手机，会偷喝酒，会闻到二手烟，会闻到乌烟瘴气，一样有性命之担忧，所以没有人要担保。17岁的小明只能待在学校读书。假日生活变得很简单，只有读书吃饭跟想办法被担保。可怜的17岁少年少女就这样被关在学校里，只有读书。关起来！以上就是我超幸灾乐祸的青少年教育篇。其实我就是嫉妒他们有家长帮忙付钱啦，嘿嘿。再来介绍一下我可爱的老师们。我可爱老师们刚好各喜欢一个颜色的笔。介绍的第一个老师是Color，那我 L 一直发不太好，所以他教了很久。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没有发得很好。然后我送给的这个老师一支蓝色麦克笔，是他喜欢蓝色，然后每次都会强迫他在我上课的时候要把我送给他那支蓝色白板笔拿出来。这个男老师也是唯一一个送我卡片的老师。再来是我喜欢粉红色笔的听力的老师 Flower。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跟老师聊天，老师总是会拉着另外一个老师陪我一起上课，还教我阿加鲁语哇啦喂。我下课的时候遇到他，我会跟他说我是熊猫，他是我的 bamboo， 然后他就一直笑。绿笔老师的故事，我跟这个老师呢非常的融洽。我有一天上课无聊了，我就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校外教学，他就很为难的跟着我走出去外面，然后他的校外教学只带我去厕所，因为他们好像如果就是校外教学被那个学务长类似那种人看到，他们会被废掉，所以他超害怕的。那是我跟他的特别的回忆。再来是莉亚，我在他上课的时候，我想问他海豚的英文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 It's a fish and it will jump。 我试着多讲一点让他猜得出来。他的声音是然后他笑超久，他一直跟我说是 monkey 嘛，我说不是，是鱼啊，在 ocean 里面啊。然后后面我想了很久，我实在受不了，我还是就是直接查字典，就是 dolphin。可恶！昨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一进去我就对着老师叽叽叽，老师就笑得很开心。我的团体课老师非常敬佩他怀着孕还很专心的教我们，而且我觉得那堂团体课是我里面就是最棒的一堂课。我在里面就是算是程度最差的学生，可是老师真的教得非常用心。好啦，我知道你们这些世俗的家伙就只在意那个嘛，就是那个。
关于大家最爱问的费用啦，就是钱 ，money。费用我是去3周，我的学费是$700，是 ESL 的6堂课那个时候的价钱。我那时候是3人房，然后要$670，后面改多益加3000块台币，所以加上一些零零总总的，总共是台币55082，55082元。包括学杂费、阿里不达的各种东西，在你们这些世俗的家伙一定会问我说效果如何？我必须要先说，我上课时间是早上7点先起床吃早餐，然后到晚上的6点我的课才结束，我才可以出去。然后基本上我只有在这段时间读书，其他时间我都在玩。就是7点到6点我都会中间有空档就读书，然后同学一下课我们就直接冲出去外面玩到门禁回来。所以完全不会读书，是一个读书与玩大人的行程表。去的时候我在11月26号左右考了多益，那个时候是考240分，内容比我有点忘记了。然后1月8号我在学校考试是考45分，那个学校那个应该不太准。然后回国之后，我在3月19还是16号的时候又再去考一次，我刚拿到成绩不久，总共是进步了110分。其中进步比例比较高，我觉得感觉是听力，然后阅读的话比较少。我在想跟我都没有读书、没有留下来晚自习有关系。我是灵芝，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啦。这些是全部关于教育的部分。我做了这么妖秀长的影片，还不赶快给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再见。